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1所某新型动力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一举创造了多个国际首次。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第31所研发的某新型动力飞行器的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试验一举创造了多个国际首次。据报道，2年来，31所13室协同规划预研处14室、固研中心、控制中心、试验中心、总装中心一路披荆斩棘，踏过了99、81难，终于迎来了这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朝阳升起，利箭刺破长空，发动机响彻云霄的轰鸣，无疑是最响亮的礼炮。那么这次试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实验？它怎么会创造多项世界第一？那么相关的报道呢，可以说没有明确说，但是从字里行间所透露的信息呢，大致我们可以推测，本次试验呢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它是动力飞行实验。那么既然动力飞行实验，整个飞行过程呢都是有动力的，而不是靠惯性飞行的。你像一般的火箭，无论是地对地弹道导弹、运载火箭，或者是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在发射的初段是带动力的，但是之后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靠惯性飞行的。当然，惯性飞行的过程中，如果你有小型的姿态控制装置，包括气动的舵面，那么它的飞行方向以及机动能力呢，都会有所改变。但是在非动力飞行段，你做机动，必然会对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以及射程构成不利的影响。那么，只有在全程都采用动力飞行，那么这样的一个飞行器，无论是说机动还是做其他的一些动作呢，才能有更可靠的动力做支撑。那么这次试验它有一个形容词，就响彻云霄的轰鸣。那么显然，在试验的全过程，发动机是工作的，关键在于它用的是什么样的发动机。火箭把相应的飞行器送上了天，能够让它持续飞行的动力装置呢，大概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比较常规的火箭发动机，无论是固体火箭发动机还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推着它继续前行。但是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时间比较短，要想在较高的高空，比如说中间层3、4万米的高度上持续飞行，那么光靠火箭发动机可能是不够的，因此还需要采用其他的新概念的动力系统。那么怎么来实现它在超高空的高度上持续飞行呢？一般除了火箭发动机以外，还需要有涡喷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等等。如果它能够实现高超音速飞行的话，超燃冲压发动机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果把火箭发动机、涡喷发动机或者涡扇发动机加上超燃冲压发动机放在一个平台上，在不同的飞行阶段使用不同的动力系统，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称为混合发动机方式。它同时拥有几种不同的发动机，而这些发动机呢，满足不同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使用阶段的要求。那么还有一种动力系统称为组合式发动机。它一台发动机组合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涡喷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不同的功能，在不同的飞行阶段、不同的飞行速度状态下，采用不同的工作模式。比如说，目前有些国家在开发的涡轮火箭发动机，它既类似于火箭发动机，同时呢又有涡轮压缩装置，从而呢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动力系统输送需要的空气和氧气。那么这样的组合式发动机可以说研发难度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有一些组合发动机呢，在超音速3倍以下采用涡喷发动机，当飞行速度超过3倍音速以后呢，冲压发动机开始点火，而把这个喷气发动机的进口堵上，以冲压发动机或者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模式呢继续工作，推动飞行器前行。这样的飞行特点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大气中的氧气来助燃，而不需要专门携带液氧燃料箱，这就可以大大的减小飞行器的体积容积，从而呢让它轻装上阵，飞得更高、更快、更远。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
它的研发难度都是非常大的。目前世界各国正在攻关。那么中国这次响彻云霄的轰鸣到底是什么发动机发出来的？是组合式发动机发出来的，还是混合式发动机发出来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我想大概率事件应该是最先进、最难的组合式发动机。那么一旦占领了中间城，那么这些飞行器就可以在相当高的高度上以高超音速的速度前行，从而呢实现1小时打遍全球、2小时飞遍全球等使命任务。那么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也会因此而跨入一个新的阶段，甚至呢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一旦我们迈上了这个台阶，可以说我们就成功的逆袭了美国。因为美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真正成熟可靠的适合高超音速动力飞行的装置呢，它现在还没有搞成功那么这次我们的飞行试验创造了多个国际首次，说明该领域中国已经登上了巅峰，超过了美国。那么就为我们后续的高超音速的军用和民用航空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我们要为中国的航天人点赞。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